很多人都觉得买一台欧洲进口的跨界休旅，不就是看哪一台停在自家车库，或是开出门喝咖啡的时候，车头那个 logo 比较威风，比较有面子吗？如果你也这样想，那误会可就大了。这笔学费付下来，不止动辄让你多亏个几十万的折旧，买回家后每天开车还会开到满肚子火。今天评测的这2台车，其中一台根本是包着低调外壳的豪华保险箱，隔音跟安全感好到没话说，而另外一台则是性能深藏不露的小钢炮休旅。而且最厉害的是，它终于把台湾车友以前最头痛的那个大魔王通病给搞定了。要是挑错台，你每天上下班塞在内湖科学园区，或是塞在国道上的时候，绝对会开到心力交瘁。我们今天就挑了2026年台湾休旅市场上2大讨论度最高的指标大咖，一台是瑞典进口的 Volvo XC40， 另一台是福斯刚刚大改款，规格配备给超满的 Volkswagen Tiguan。看规格表，2台车好像没什么差别，在台湾都要缴 2.0 升级巨的牌照税跟燃料税，同样都是200万左右的欧系血统，都是实用的5人座，而且都搭载了 2.0 升的4缸涡轮引擎。不过台湾车友在 Mobile 01还有 PTT 上的真实回馈是，这2台车实际开起来扬起来的感觉根本是2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接下来我们会从配备、保值度到操控，一关一关来帮大家拆解，看看你血汗赚来的辛苦钱到底花在哪一台才最划算。我们先从 Volvo XC40 开始聊，就算到了2026年，这台车开在台湾路上，辨识度依然是高到不行。Volvo 今年其实没有对它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改款，但老实说也没那个必要。它那种方方正正、老老实实的线条，配上带点肌肉感的车头，不用刻意张扬，就给人一种很强烈、很硬派的安全感。当然，最经典的雷神之锤 LED 日行灯，到现在依然是车界最好看的设计之一，线条锐利，风格强烈。在大马路上远远走过来，你一眼就能认出它是 Volvo。如果你买到2026年最顶规的 Ultra 版本，还可以选配全黑化的 Black Edition 外观套件，它把水箱、护罩、车窗饰条还有铝圈通通涂黑，让原本看起来温和居家的小白兔瞬间变成一只充满杀气的黑豹。不得不说 Volvo 的烤漆精油层刷的真的很厚，很有质感，那种车漆的折射深度通常要在贵上100-200万的顶级豪车上才看得到。车身组装的板件缝隙非常匀称，连车门开关起来都有那种厚实的重手感，全车上下都在告诉你，这就是进口豪华车的质感。不过它的车长只有4.4米左右，大约442公分，其实非常紧凑，短小精悍。在台北这种市区找车位，或是停那种狭窄的机械车位时，这尺寸简直是救星。至于它对车内空间有没有影响，我们后面再来聊。接下来看2026年式的 Volkswagen Tiguan。福斯今年帮地瓜做了不小的微整形，让它看起来变得更有侵略性，整个车头重新雕刻过，新的水箱护罩跟头灯线条融合得更完美，没有以前那种呆板的感觉。如果你直上最帅的 R-Line 版本，原厂就直接塞给你大尺寸的20寸铝圈，还有帅到不行的运动化前后保杆。一整台车散发出浓浓的钢炮跑铝风，而且 Tiguan 的车长比 XC40 长了足足25公分左右，视觉上大了1号，摆在一起看，它更像是高一个级距的大车。这次福斯在灯光上也玩得很进步，高阶车型在车头水箱护罩上多了一条贯穿式的 LED 发光定位灯，晚上开在高速公路上尾随别人的时候，真的蛮有科技感的。不过我们实话实说，Tiguan 虽然看起来变帅了，但细看之下那种豪车的贵气感还是差了 Volvo 一截。保杆下方防刮塑料的塑料感稍微重了一点，车门把手拉开放掉的时候也没有 Volvo 那种厚实沉稳的咚咚声。简单来说 Tiguan 确实是一台帅气有型的中型休旅。但如果今天是要去信义区5星级饭店代客停车 XC40 停在 Range Rover 旁边，那种气场才叫毫无违和感。进到车内，这2台车的战争才真正进入白热化。坐进 Volvo XC40， 感觉就像走进一家高档的北欧家具店一样，设计非常简约干净，让人心情瞬间平静下来。而且到了2026年 ，Volvo 在很多车型上都开始推行友善环境的无皮革内装，像是 Plus 版本就改用高质感的羊毛混纺，或像麂皮那种织品座椅。相信我，身在台湾千万不要听到布椅就吓到。台湾的夏天热到爆，冬天又湿冷，这种顶级织品椅夏天坐起来其实比皮椅更透气，不烫屁股，冬天又保暖。重点是防滑包覆感比一般便宜的皮椅好太多了。车舱的布局非常有立体感，中控台中央是1格9寸的直立式触控萤幕，里面内建了 Google 系统。
这功能在台湾开车简直是神队友，你完全不用掏出手机连线，车机本身就是 Google Maps， 滑起来就跟你用手机一样顺。它的语音控制基本上就是 Google 助理，你只要直接说 Hey Google， 冷气调到24度，它就真的听得懂，再也不用跟以前那种笨笨的原厂语音系统对话到一肚子火。驾驶前方的 12.3 寸数位仪表画质也非常细致，导航地图可以直接显示在你的正前方，眼睛完全不用离开前方路面。不过2026年式的福斯 Tiguan 这次也拿出真本事在反击。以前大家都嫌福斯的内装太低调，有点无聊，但这次大改款，他们彻底洗刷了这个恶名。如果你买到顶规的 R-Line 版本，一开车门，迎面而来的就是一个足足有15寸的超大悬浮式中控萤幕。那个视觉震撼感真的很大，画面细致，色彩饱和，一比之下 Volvo 那个9寸萤幕突然显得有点像上一个世代的东西。但是重点来了，地瓜这套系统有一个台湾车友在网络上喷到不行的设计，那就是福斯这次大面积使用了电容式触控按键，不管是方向盘上的快捷键还是下方的冷气空调，你都必须用手指去滑动来调整音量或温度。有些人可能觉得这科技感十足，但我老实说，开车时这真的很难用，因为你没办法盲操，一定要低头看着荧幕按。相比之下 Volvo 还保留了一个很大很好转的实体音量旋钮，不用看路就能直接盲操作，安全多了。虽然 Tiguan 这次在材质上有进步，中控台上方都用了软质塑料 R-Line 赛车椅的缝线，也很好看，但只要你手往下摸，像是中央安座门板下方的置物槽，塑胶感还是稍微重了一点。而 Volvo 的扎实度则是表里如一，一路延伸到脚踏垫。所以结论很简单，如果你是追求科技感，非要最大荧幕不可的 3C 科技控，那 Tiguan 绝对会是你的菜。但如果你希望在上完一天班下班被塞车折磨时，能有一个帮你降低血压好好放松的疗愈空间，那 Volvo 无疑是更好的选择。接下来我们要聊聊最硬核也是大家最在意的数据了，买车预算要花在刀口上，这段一定要仔细听。2026年式的 Volvo XC40 在动力上主要给了2种选择，入门款是 B4， 搭载 2.0 升4缸涡轮增压引擎，配上 48V 轻油电系统，它是纯前轮驱动，马力194匹，扭力 30.6公斤米。老实说，这动力在台湾日常市区走走停停、代步通勤绝对够用。但如果你想要追求贴背感，它可能就没办法满足你了。如果想要体验 Volvo 真正的精髓，你得直上 B5 AWD 全时4驱版本，马力直接灌到247匹，扭力来到 35.7公斤米。0百加速只要 6.1秒，这速度真的算快了，开起来动力饱满，随传随到。加上它的4驱系统，遇到台湾梅雨季暴雨或是冬天去合欢山追雪，抓地力表现都让人非常安心。而且这套轻油电系统调校的很好，在市区等红绿灯怠速熄火在启动的时候，你几乎感觉不到引擎在抖动，非常有高级车的质感。好，接下来换看福斯的 Tiguan。过去几年，地瓜常被有些车友笑说开起来有点温吞，不够热血。但到了2026年，福斯直接扔下了一颗震撼弹。虽然入门车型一样是给201匹马力的 2.0 升涡轮引擎，中规中矩，但最厉害的是这次全新的顶规 SL R-Line Turbo 版本，原厂直接给它塞了一颗高输出版的 EA888 引擎。最大马力直接飙到268匹，你没听错，一台家用休旅车竟然有268匹马力，这升级幅度简直是疯了。这马力让 Tiguan 开起来变得超级好玩，在国道3号或是中山高上，你要超越大货车、大客车，一脚踩下去轻轻松松。它搭配的是8速自排变速箱，衔接很平顺。不过跟 Volvo 那种极其敏捷的油门反应比起来，地瓜在你一脚大脚油门踩下去的时候，变速箱有时候会稍微犹豫个0点几秒才退档。我们来做个简单的总结。入门款相比 Volvo B4 的马力比 Tiguan 的入门款稍微弱了一点，但是在顶规的对决上 Tiguan R-Line 竟然反超了 Volvo 的 B5 268匹对上247匹。如果单纯以每1块钱能买到多少马力的 CP 值来看， Tiguan 这次大改款简直把自己变成了休旅车界的高性价比小钢炮。不过台湾网络上车友的实测回馈也提到， Volvo 的动力输出虽然数据没那么大，但开起来的感觉更精致更线性，不像 Tiguan 那么有爆发力，但那种优雅平顺的加速质感才是载着一家大小出游时最舒服的设定。刚刚前面有提到，这2台车的车长差了25公分，现在这个车身尺寸的差距要变成 Volvo 的硬伤了。XC40 为了追求紧凑利落的都会外形，代价就是直接牺牲了后车厢的空间。在后座没有倒放的情况下， Volvo XC40 的载物空间其实蛮小的。平常去全联、家乐福买日常用品，或是放2个登机箱还算够用。但如果你今天是要载婴儿推车、大型狗狗的运输笼，或是跟朋友去打高尔夫球要放球袋，
那你真的要在后车厢玩俄罗斯方块塞半天才勉强关得上尾门。就算把后座全部往前倾倒，容积虽然有提升，但跟同级车比起来依然不算突出。反观福斯的 Tiguan， 它里面根本大的像个无底洞，在后座座椅不倒放的正常状态下，它的后车厢容积几乎是 Volvo 的2倍大。不管是去好事多大采购，还是出国旅行要塞满好几个29寸的大行李箱，你基本上就是直接丢进去就好，连想都不用想。如果把后座倒放，那个空间大到你要载大型露营装备，甚至去 IKEA 搬平整包装的家具都轻轻松松。如果你本身是创业者，开工作室需要载道具，或是家里有2个小孩，每次出门都像在搬家的，那选 Tiguan 绝对会省事很多。后座的膝部空间也是同样的情况。Volvo 的后座对2个成年人来说，头部空间没问题，但膝部空间就真的只是中规中矩。而 Tiguan 因为车长跟轴距比较长，后座空间明显大上许多，整个人瘫在椅背上，翘个2郎腿都没问题。在台湾的论坛上，很多奶爸车友实测后都说，地瓜的后座就算是身高180公分的壮汉，坐在180公分的驾驶后面，膝盖离前座椅背依然非常有宽裕。这里还有一个2026年是大改款的重点。以前的 Tiguan 在国外部分车型有提供挤到不行的第3排5+2座椅，但今年福斯彻底开窍了，把那个基本上只能坐宠物或长不高的小孩的第3排完全拿掉。2026年是全车系都是纯5人座设定，台湾网友对这个改变几乎是一致好评，因为这样一来，不止后车厢空间彻底解放，第2排的乘坐舒适度也直接拉到最满。那这2台车实际开上台湾的马路，感觉到底怎么样呢？首先 Volvo XC40 开起来，完全就是你预期中那种典型豪华欧洲车该有的沉稳表现，2个字：扎实安心。它的转向手感在市区巷弄钻来钻去，或是停百货公司地下停车场的时候非常轻盈，很好上手。但只要你一上高速公路，方向盘就会立刻变得沉稳，给人满满的安全感。XC40 的底盘悬吊完全是舒适导向，台湾路上最常见的柏油路补丁、坑洞或是减速馒头，它都能处理得像没发生过一样，弹跳压制的非常优雅，而且隔音真的没话说。Volvo 在车门和底盘塞了非常厚实的隔音材质，当你时速开到100、110的时候，外面的风切声跟轮胎噪音都被隔绝得非常好。它虽然不是让你拿来跑山沙湾的跑车，激烈过弯时车身会稍微有一点侧倾，但那个底盘动态依旧非常稳健，会让驾驶开起来非常有信心。副驾驶座的老婆、后座的小孩也能睡得很安稳。相反的，福斯 Tiguan 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个性。换上了268匹的大马力之后，这台地瓜变得非常外向，甚至有点过动。它的转向反应比 Volvo 更锐利，更有指向性。而且在台湾网友的开箱评测中，大家最推的就是这次大改款升级的 DCC Pro 电子避震系统。如果你今天买的是脚踩20寸大铝圈的 R-Line 版本，切换到运动模式，底盘支撑性会变得非常好，配上那颗强悍的涡轮引擎，在台湾像是北宜公路或是阳明山的连续弯道上，它开起来真的非常有乐趣，完全就是一台长高的小钢炮。不过这种运动化的设定也是有代价的。如果你把模式切回一般或舒适，虽然这套新避震已经把路面碎震过滤得很厉害，但整体路感还是比 Volvo 稍微硬朗直接了一点。而且当你时速开到破100的时候，地瓜车舱内的静谧性还是输给 XC40 一些，底盘传上来的轮胎滚动噪音会稍微明显一点点。所以如果你的用车路况有 90% 都是在市区通勤塞车，或是跑长途国道，那你待在 Volvo 的车舱里绝对会比较享受，因为它能把你跟外面吵杂的世界完美隔绝。但如果你骨子里还留着热血的灵魂，偶尔喜欢享受一下操控的快感，那2026年是大改款的 Tiguan， 它的驾驶乐趣绝对会让你非常惊艳。聊完这么多，我们最后来谈谈最现实的价格吧。毕竟预算通常才是决定你买哪一台车的关键。在台湾，2026年是大改款的福斯 Tiguan， 入门款大概140万左右就能入手，这性价比真的很高。就算你直接攻顶买到搭载大马力、外观帅到不行的顶规430 TSI R-Line Performance 版本，官方建议售价也才控在200万，有找大约199.8万。在这个价位带，你买到的是全满的最新科技、超大中控荧幕，还有高达265匹的强悍马力，给的配备简直可以用大满配来形容。而 Volvo XC40 则是属于另外一个豪华品牌的级距了。它的入门 B4 Core 版本开价就要140几万，接近145万，这价格已经可以买到 Tiguan 不错的规格了。如果你想要买到配备 Harman Kardon 顶级音响、动力更强的 B5 AWD 顶规 Ultra 版，新车价更是直接冲破210万。所以问题来了， Volvo 贵了这10几20万，到底值不值得？如果你买车看重的是豪华品牌的面子，是车室内的极致静谧感以及摸得到的高级材质，那答案是肯定的。
而且在台湾 Volvo 的二手保值度其实还算不错，更不用说豪华品牌的展间服务了。你去 Volvo 保养厂，不止代步车好预约，展示间里无限供应的精品咖啡、法式点心，还有哈根达斯冰淇淋，那种尊荣的欧系豪车车主体验，确实是平价品牌没办法比的。但是如果你今天纯粹从规格表和数据来看， Tiguan 的 CP 值简直是在按着 Volvo 打。花更少的预算，你能换到更大的马力、大上1倍的后车厢、更宽敞的后座膝部空间，以及大很多的荧幕。这点在理性上，你真的很难反驳它。所以，到底该买哪一台？这完全取决于你是哪一种人。如果你把汽车当成自己的移动避难所，是一个在忙碌了一整天之后，下班能帮你隔绝世界噪音、好好放松的空间。而且你平常也没有载满整车露营装备的需求，那就买 Volvo XC40吧。它是一台组装更扎实、更舒适，也更有高级感的豪华机器。每次你关上车门的那声厚实闷响，都会让你觉得辛苦赚钱犒赏自己真的值了。但如果你是一个务实的买家，追求的是每1块钱能买到的最大极限，或者你家里有老婆小孩，每天都得实打实地用到后座跟后车厢，那你一定要选福斯 Tiguan。2026年式的大改款，加上那颗热血的马力心脏，已经把它变成了一只披着羊皮的实用巨兽。它更快、更大，而且便宜很多。内装可能没有豪车那么贵气，但它在空间实用性和每匹马力的性价比上绝对是完胜。简单来说，想要理性、聪明、顾荷包，选 Tiguan 绝对不会错。但如果想要感性，对自己好一点，那 Volvo 才是唯一的灵魂归属。如果你想看这2台车跟全新的 BMW X1 摆在一起对决，会擦出什么火花？点击下一支影片，我们继续看下去。